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1号星期四，我前面右拐就到了大阪马拉松最长的那个坡，这儿差不多31公里，当时又穿上了大阪马拉松的 T 恤。昨天把6月30号那个100公里，那个叫佐吕间湖100公里的旅行团的名给报了。因为他那个交通特别的不方便，你要自己去，要不然你自己租车，要不然你跟他旅行团。但是吧，他这个报名系统做的真的是不友好。我不知道如果有海外的人想参加怎么办，如果都是同一套系统，应该是搞不定。所以也导致这边的比赛也一样。这除了东京这种大部分比赛，真正就是自己办所有的事儿，报名、签证、机票来参赛的外国人其实挺少的。这怎么说呢？他们也是天天总嚷嚷着我们要国际，我们要国际，但是做呢又是另外一个事儿。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因为我得先吐槽这个，否则呀，好些人听了以后心里不平衡。就像昨天早上我看之前传闻那个体检那事儿正式发布了，对吧？这事儿我的观点是我基本理解，很不支持。这是我的观点。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观点，不应该对一个事儿只是一种声音嘛，对吧？可能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，谁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做坏事儿，包括我有这个观点，我出发点也是想让他好。不知道体检这事儿细节怎么落地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吧，以后有机会就跑北马，没机会就拉倒了。因为我是个特别怕麻烦的性格，这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聊聊这些年我的跑步折腾的这些小设备。因为那天听了高驰的和落日赛道的播客，像有小伙伴问在哪儿听，其实我给您个小窍门，您随便打开个搜索引擎，您搜落日赛道空格高驰空格播客，虽然我没搜过啊，但是我猜100%您能搜到。这个坡刺激，好几天没爬这坡了。今天伤情没有变坏，挺好，和昨天早上起来一样。有小伙伴那天问这坡爬升多少，您可以倒回去看看数据，我记不住了，我都喘了。去大阪城，看这个人是大阪一个挺有名的 YouTuber， 就是探店的，总去立吞的店，立吞就站着吃，然后中午喝一杯的那种店，并且以这些店都比较廉价而闻名。拍的挺有意思，虽然听不懂吧，大家看一乐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看这片公园，这一片你一进住宅区马上就安静下来了，我不太敢说话大声。看有什么活动，这儿都是天王寺区了，市民 Center， 不知道太极拳教室看没，英语教室，这些就是应该是市民在这儿居住的人就可以，就是居民啊就可以。你看这种小的一户建小楼，看不同品种的樱花，有的已经有绿色的叶子了，有的还是刚开的粉色。先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我卖东西的有意思的事儿。我春节回来趟北京，整理了一些我常年已经不用的东西，给挂咸鱼。
我跟家属啊卖东西这个事儿特别的不擅长，所以呢也有叫什么销售恐惧，所以迟迟没有在闲鱼上挂，上个月才挂上去。挂上去第一天，我那些以前淘汰的手表就都被拍下了，因为我卖的价格低，我不指着它赚钱。有一块佳明的 Forerunner 945，在新加坡买的，当时我记得特清楚，当时是700新，就是3500块钱人民币，那个时候的汇率，在新加坡买的。但是那个时候佳明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变了。那时候不同区它的固件是不一样的，甚至版本升级也不一样，而且是没有中文的。然后买家买走了就要到手砍价，他说系统慢。然后呢，我跟家属说，我说你看他评价一看，哎，好多人都评价他到手砍价，大部分人就认了。我说坚决不，我说要不然你让他退，要不然你跟他说这东西我写的是都写清楚了。这就像我说我卖您一台比方说英特尔酷睿11代的 CPU 的机器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比方说是11多少的型号的 CPU， 那你对它的速度是有判断的呀，因为咱们成交之前我都告诉你它是什么了，你买回去说慢，这不讲理嘛，对吧？它又没坏，我使的那个特别的在意，基本上看不出使用痕迹，到最后我就咬住了，然后也没有造成损失，正常交易了。我还是一个挺有所谓的心理洁癖的那种人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，前天晚上，自从我换了高驰的这个心率臂带以后，我其他所有心率带都不用了。这是真的，就是我觉得高驰这个臂带真的挺好的，之前也评测过，大家可以翻翻视频。就导致呢，我把我的Paula 那款臂带也挂闲鱼了，然后有人拍了以后呢，就发货呗。家属远程遥控，我在北京的老娘发货，然后弄的是就多了个心眼，弄了个顺丰保价，然后到晚上。顺丰来电话说丢了，就刚取走没多久，说丢了，然后折腾半天，我说保价了呀，然后快递员可能是怕受罚，他说你就别说了，我赔给您行不行？您先取消这单子。我说坚决不行，我说你取消了那怎么赔呀？后来快递员好像也明白，我看明白了。然后直接转了保价的钱过来，我还没管他要保价的原款，因为我这东西卖的钱比保价的那个钱少17块钱。然后我就说这个本来我应该到手这么多，你就给我这么多就完了。但是导致什么呢？导致东西没了，想便宜买到这个东西的小伙伴没有买到。我不知道现在国内那个亚马逊海外购还行不行？其实就这些东西在那个亚马逊的海外购上买，特别划算，因为便宜好多。可能就是有税，但是税也很便宜。我记得我那款当时到手的时候是574，就全到手。你唯一损失的就是你没有保修。就这俩事儿。那天听那个播客，我觉得现在电子产品是这样的，就是无论是佳明、高驰，或者是其他吧，各种手环、手表，其实大家从硬件上就是你们看这大坡看了吗？他们这边就顺势修路。其实一般这种红灯这么早我就过去了，但是我看对面有一位女士跟那等红灯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咱们就这么走。
我觉得大家硬件水平上其实都没有太明显的段落差异了，因为世界就是这样。就像苹果 Apple Watch 这一代才更新了芯片，之前已经好几代不更新了，就人类的科技达到了一个瓶颈，就这些东西它不再需要更快的算力了，就目前为止。但是现在 AI 来了不好说，可能提升更多的是配搭还有刀法吧，剩下的就是软件的事儿了。其实无论是光电心率还是 GPS 定位，软件的好坏差别会挺大的，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有软件的修正参与其中。高驰最早使用是无意中有高驰的小伙伴联系我，到现在我们还有很不错的交流对产品的。但是呢，我评测这些，包括我说它好也罢，或者怎么着，我也都是就是主动的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。我总给他们提意见，我说这儿又不好了。它有一个不好的事儿是，这也是软件的逻辑，但是呢，可能这个事情不会修改。就是你们看，有时候我的数据，假设我跑一个5公里，或者就跑一个距离吧，我到距离就停表。如果我把屏幕上解析的数据做到最后，配速是会趋向于无穷大的，因为它的逻辑是最后就会把那个曲线往下。但是有的厂商的逻辑呢是不变，有的厂商的逻辑呢是停在某一个点，这些就都是我说的软件的事儿。昨天买心率带，我就看，哎呀，我有好多心率带，我有光心率的胸带，就佳明的，我就有4、5条，从第一代就还是不防水的，到后来的还有那个铁3的那种。然后游泳的，专门游泳的我就有2条，有一条是新的还没用呢，但是这些我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了，还没挂到闲鱼上。Paula 那个呢，跟高驰这我有过比对，当时我的结论是高驰这个更灵敏一些。至于光电心率的灵敏，其实怎么说呢，像胸带它其实也不是直接测量，它就跟心电图一样，心电图也不是直接测量，它也是靠这个生物电心电去感应去算。直接测量只有摸脉搏，或者摸脉搏都不是，因为脉搏是心脏跳完以后传递给血管的，对吧？就直接看心脏，那是最直接的测量，所以所有的测量都是算出来的。只不过呢，在以前心电这种算法呢是被公认的金标准，因为医院也就这样了，对吧？然后通过心电还能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光电呢，我一直觉得光电心率可能不是最终的未来，因为它是一个人类目前的技术能力和目前需要做妥协的一个产物。就现在结论是，高驰这款光电臂带1年4季刮风下雨都很准确。就在我看来，从戴上到现在，它首发的时候我就戴上了，大概有多长时间？有1年吗？不记得了，一次问题都没出过，而且也有很严酷的比赛，比方说大雨的东京。这是巨大的优点。然后同时呢，在我跑间歇测试，就变速跑的测试中，高驰呢比 Paula 这款臂带大概响应要快那么一点点。但是平心而论，他们实话实说，我不在乎那一点点，而且很多人可能都不在乎那一点点，对吧？今天有小伙伴说心率准是准，但是光电心率延迟高，
以前是这样的，包括现在各种手表，光电心率延迟也高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，第一没有那么大的算力，第二没有那么大的传感器。就跟手表算配速不一样，你说我现在的配速是实时配速吗？肯定不是。你看我加速赶红绿灯，也许屏幕的配速刚刚变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它得有一个距离才能算出速度，距离和时间才能算出速度。那多远算一次？那这就要看各个厂商的算法了，或者多长时间算一次。因为你时间间隔太短算一次，如果GPS 信号不稳定，就有可能配速忽高忽低，对吧？然后如果你一定要一个距离算一次，不考虑时间也不行，因为比方说你看我停下了，如果它只是按距离去算，那这时候我的配速是不变的，对吗？因为我距离没变，所以这些都得综合考虑，是不是？有小伙伴说用 Apple Watch 距离会短一些，那也是他的一个逻辑问题，就是他没有搜星那一步。有可能你开始跑几百米他才搜星，才搜到星，但是呢，你又不能说起跑以后站在那儿，因为时间已经开始走了。所以呢，用 Apple Watch 我就用第三方软件，就软件层面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有就是，比方说过程中你到一个地下通道没有卫星信号，那不同手表对这个的处理也不一样，有的依赖陀螺仪，有的可能更多考虑平均配速，有的怎么样，反正它让你这数据是对的。你要什么都不考虑，可能你就偏到海里去了。这些一方面是软件能力，一方面是技术能力，一方面是你这个性能得达到你需要的，就是它的算力得达到你需要的，你就能做这个。就像那天东京马拉松博览会，我跑那个跑步机，不是有一东西一直拍照，它就能实时分析图像，这都是科技的进步。所以我才说，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，你出了新一代就买新一代，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。不一定每一代都更新，但是如果现在买新的，就别买上代产品。也记住了，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。我从小奶奶这么跟我说，不管是打折降价，它都是有原因的。看您的需求就是。我原来也像播客里赵和老师说的一样，一定要特精确，所以我常年都是戴胸带，夏天那么热我也戴胸带。我觉得光电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的改变倒不是因为高驰，是因为Holla那个臂带，那个臂带我发现，至少在冬天的时候它读数也是准的。我那时候已经不在意反应速度了，因为我一直不是一个特别科学训练的人。但是它反应速度也还行。再后来有了高驰这个那个我就不戴了。而且现在买从价格上来说，就在国内买，其实高驰是很有竞争力的，在这儿买反而差一些。包括手表也是，手表在这儿高驰的价格竞争力也没有国内那么大，因为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市场占领和供应链的问题，没办法。包括那天播客里他们说那个所谓的被人说的饥饿营销，但是你就这么想，不管是说它还是说其他品牌，就最早 iPhone 4刚有的时候，那其实它就是产能，谁不想多卖点东西，对吧？你说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社会，人们已经开始连长视频都看不下去了，谁有功夫等你几个月？真的让你饥饿营销成功了，可能你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我自始终不认为每个品牌所谓的饥饿是真饥饿，奢侈品这咱另说。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好做的，因为就这种手表这种东西，它里边各种配件你都得
有渠道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你又不敢贸然的下大单，因为有可能明天一个技术突破，它就有更新、更好、更便宜的东西了。而且设计可能也最终不会很快、很早定下来，因为发展的太快了。现在已经不是说像70、80年代 Apple 做电脑那时候说几年都是一样的。现在你恨不得我今年这东西，比方说高驰，假设它在计划配4，我这不太好念。然后他如果今年计划开始设计，开始选品、选配件、选芯片，等他全选好，如果这周期超过2年，白选了。2年之后又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了，那可能不兼容，对吧？这都是麻烦事儿。现在跟大家闲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我的观点是，数据越全越好，不一定有用，但是呢，看着高兴。所以呢，我仍然认为心率带是必要的，因为光靠一块手表，就瘦到我这个程度以后，如果气温在个位数或者零下，基本不行。然后，至于动态传感器呢，如果您买高驰的那个 Pod， 就把它放在腰上。因为现在已经不太建议放在鞋上面了，都是双频的 GPS 了。就自从我的第一款双频 S 不是高驰，是佳明的955。自从我的不是955，是 Apple Watch Ultra。哎呦大妈，哎呦！自从我开始用了双频的 GPS， 我就再也没有偏过，就特别的开心。所以就抛弃了用 Stride 记距离和配速，因为我不跑步机，也不在室内跑。所以您要是买 Pod 就别在后腰上了，这是我的建议。如果您觉得经济条件好，买 Stride 也可以。买 Stride 买不买一对儿看您情况吧，有钱就买一对儿。差不多这样。您要是现在跑步，一个臂带的心率带，一块手表，就几乎足够。想再锦上添花加一个传感器，就 OK。好吧，大阪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绕一圈，现在11公里，我跑到喷水池再跑回家，大概是今天16公里之内结束。您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是？我之前在弹幕上。哎，您好。来出差，您好。您贵姓？我姓薛，薛小飞。我正在录像，您介意吗？没事。跑了多少了？我现在跑了10公里了。10公里，来出差是吧？来出差。出一周。那白天还有工作？对，我们展会是什么展会？方便说？服装。是在那个本厅那块儿，我看见那个了，就是什么那个 Spring Fashion 对吗？对。我昨天正好路过那个。因为我们近，然后刚好看到这大阪城附近，也就在中间。对，也住在不远吧？对，我就住在附近。不错。就过来跑一下。我也是最后了，我跑到那头就往回家跑。您住在哪儿？我就在前面过去一点就到了。那你还继续跑吗？一会儿？我可能还得跑个5公里。还得跑5公里，行，那你陪我跑3公里。好的。咱们一会儿照个相。我看到那个展会了。是那边，我们大概都会来几次。那您和大河原先生是同行啊？是吧？他应该。我周一跑的时候有看到大河原先生。是吧？他天天在这儿。对。我还跟我家属说，我今天过来见一下我。有缘分，因为今天我就来这儿一趟就回去，对，因为我一直往那边跑来着。4月11号星期四清晨7点03训练结束，今天跑了15.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3，心率和最快配速我没看，最快可能有4分35左右吧，最快1公里。今天状态还行，今天跑到13公里的时候，和那位来出差的先生分开。之后往回跑的时候有几个下坡，脚腕会有一点点疼，就是要比
要比昨天跑强度之前会稍微的疼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在可控范围内，因为上一次的12个400米就是2周之前，那次跑完以后是挺疼的，但是这次呢并没有更严重，但愿这次真的就过去了，就是他在慢慢的好康复最后那一点。但这种伤最后的10%是很难完全康复的，要好长时间。所以屏幕前年轻的小伙伴们、跑者们要珍惜这个好时候，练得狠一点，因为能练、能吃、能睡，长得快，对吧？刚才那位先生36岁，就是你过了35岁，真的是在走下坡路，各方面。你首先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。哎，行吧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心率带，都挺好，确实是挺好的，而且不难看。哎，期待有更多、更好、更新的产品吧。因为你看手表2年一代，或者说激进一点的1年一代。一般普通人像我吧，我今年跑了10年，我也是从 Phoenix 3，我的第一块手表 Phoenix 3带到现在的，其实没有换过几代，时间哗就过去了。所以厂商们多加油，给我们带来更多、更好、更开心用的设备就好，好吧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努力下去，咱们明儿见。